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马大叔今年50多岁了，他最近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血脂比较高，而且还得了脂肪肝。医生建议他清淡饮食，坚持运动。马大叔听从了医生的建议，每天都坚持跑步10公里。就这样不知不觉，马大叔坚持了6个月，但是却出现了膝盖疼痛的症状。大叔对此很是疑惑。马大叔问道：医生都说生命在于运动，难道我坚持运动真的有错吗？就目前来说，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了，运动也成为了很多人每天坚持做的事情。但是需要注意，如果运动的方式不对，可能起不到锻炼身体的作用，或者损害自身的健康。为了让大家对运动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相关的知识。50岁大叔每天坚持跑步10公里，6个月后他身体怎么样了？马大叔本身就有点胖，而且还合并高脂血症、脂肪肝。听了医生的建议后，他就下定决心的坚持跑步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马大叔是比较有激情的，但是在跑了10公里后的第2天，他就腰酸背疼的。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运动量可能有点大了。后来他慢慢的调整了运动量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坚持每天跑步10公里。虽然说马大叔的运动量不小，但是他的饭量也随之增加了。半年下来，他的体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，而且血脂、脂肪肝也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。不过总体的来说，马大叔的身体状况和之前相比确实有了一定的好转。另外，之前马大叔总是失眠，但是自从坚持跑步以后，他的睡眠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与此同时，马大叔半年后发现走路的时候觉得膝盖疼痛，他觉得不对劲，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。接诊医生仔细的询问病史后，就给他开了双侧膝部核磁共振的检查。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，提示双侧半月板严重的损伤，需要手术治疗。马大叔听了这个结果以后，心里很是不能接受。马大叔运动6个月，半月板严重的受损，这是不是说明中老年人不适合运动了呢？俗话称生命在于运动，这句话并非的胡说八道，但是需要注意，如果运动的方式不正确，那就有可能会损伤半月板。就拿马大叔来说吧，他的运动量就比较大，而且运动的强度也不小。我们不能因为马大叔过量运动引发严重的半月板损伤，就怀疑运动的意义。可能很多人压根就不了解什么是半月板，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。从本质上来讲，半月板就相当于是一个软垫，它主要位于胫骨和股骨之间，主要的作用就是缓冲它们之间的压力，增加膝关节之间的稳定性，减少关节面的摩擦。半月板和人的皮肤不太一样，它一旦被磨损后就不可再生，这无疑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。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半月板损伤都需要手术，但是手术却是治疗半月板损伤比较有效的方案。客观来说，无论运动量太大或者是运动量不足，都对半月板不利。研究发现，如果一个人的运动量不足，那相对来说半月板退化也就比较快。因此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适当运动肯定是对健康有利的。我们不能因为1-2个案例就怀疑运动的意义。我们应该如何的保护好自己的半月板？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他们的半月板本身就有一定的退化，如果再不注意一些细节，就更容易的造成半月板的损伤。要想保护好半月板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，我们具体总结如下。运动前要热身。无论做什么运动，尽量都在运动之前进行热身运动。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热身的作用就是减少关节扭伤的风险，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。其实热身运动还可以减少关节的粘滞性，增强各个组织的活动性。可能很多人并不懂得如何的做热身运动，
其实网上的这类视频有很多，大家可以选择权威性的视频来进行学习。2、控制运动量和运动强度。马大爷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半月板损伤，主要和他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有关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不应该太追求运动量，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，应该把散步作为首选的运动方式。这主要是因为散步比较容易坚持，而且它的安全性也比较高。每次散步的时间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，每周运动的次数不低于5次，以第二天不感觉到疲劳为宜。现在的天气已渐入中秋，早晚的温差也开始变大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不适合晨练的。这主要是因为早晨的时候，人体为了减少热量的散失，就会收缩血管，进而血压升高，因此会增加脑梗死、脑出血、心肌梗死等的心血管意外的风险。3、保持体重在合理的范围内。就目前来说，肥胖者的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。肥胖除了会带来高脂血症、脂肪肝、高尿酸血症、高血压等的问题之外，还会加速半月板的损伤。因此，对于肥胖者来说，控制体重达标本身也是保护半月板损伤的一种措施。减肥这件事说难不难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常见的碳水化合物主要包括米面、馒头、山药、土豆、糖、饮料、淀粉制品等。在吃饭的时候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，可以降低减肥的难度。与此同时，应该注意适当的增加开水的摄入，不熬夜的。4、尽量不要做损伤半月板的活动。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尽量的不要做一些损伤半月板的活动，比如登山、骑车、跑楼梯、踢足球、干重活等。可能会有朋友觉得奇怪了，我骑车几十年，为何半月板还是好好的呢？这里需要注意一下，半月板从损伤到出现症状是需要很多年的，而且很多人的半月板即使受损了，也可能会没有明显的症状。4、不适合跑步的老年人。跑步是一种简单、方便、有效的运动方式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跑步。医生告诉我们，有以下情况的老年人不适合跑步。1、患有严重高血压、冠心病、支气管炎等疾病的老人。跑步时机体耗氧量增加，容易导致机体缺氧，诱发心肌梗塞或者是脑血管意外。2、患有隐匿性疾病的老年人。因为跑步有可能会触及诱发潜在的疾病，例如有的老人患有胆结石病，平时从未发过病，但是在跑步时可能会位于胆囊底部的结石震落到胆囊内部，引起绞痛。3、体型较胖的老年人。由于骨骼中的钙流失，容易骨质疏松，韧带肌腱变硬，加上体重较大，若跑步锻炼，容易损伤肌肉、肌腱和韧带，严重的会骨折。一般60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适合更和缓的运动，如太极拳、气功或者是体操的。像老马一样的中老年人，坚持每天跑步10公里，确实能够给人体带来不少的好处，但也可能因为不当的运动方式给自己增加不小的负担。由于运动量太大，也出现了关节软骨磨损的问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